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关注一下，现在川普的关税不止我们刚刚上一段讲到对于台湾其实对于全球来说都是一个核弹级的影响。那么首先来看这个川普呢，他已经宣布美国现在进入这个国家经济的紧急状态，对等关税其实影响了180多个国家，最多是科到50%的关税那此前对于中国大陆的征收已经是20%的关税，所以恐怕是要再往上再加34%。那所以现在他说这个目的就是要解决贸易逆差，来重振美国的制造业。那中国大陆的商品有些可能磕下去之后关税是不是会突破到70%之多呢？根据我们看到了这个《华尔街日报》，它引述了一些这个贸易专家学者的看法就是川普今年元月上任之后呢，已经对于中国大陆的税率到20%使得呢现在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商品课税平均关税达到了42.1%，这已经是创下川普在2018年贸易战以来的10倍之多。那如果算上川普第一任以来的征税，加上最新的34%，其实事实上中国大陆已经被磕到超过70%了。哇，这真的是影响甚巨啊！那再来。川普另外也对于这个最近我们看到，他不是说很多中国大陆的包裹吗？像是 Ting 就是 Shein 这个海外版叫 Ting， 就是会寄到美国去嘛，影响到他们的一些这种电商的市场那本来是要对小型包裹来这个课税但是他现在下令终止中国输美的小型包裹免税是要到5月2号，就也就是说延后1个月再生效，但仍然好像是握在手上的一个大棒那再来，很多国家都已经采取反击跟抗议措施。美国也你要对进口汽车加征25%。英国媒体讲说，好，汽车行业已经把川普从圣诞贺卡的名单当中除名了呀，就是他们现在已经觉得说，你要跟我为敌了，我已经连耶诞贺卡我今年都不要寄给你了。这样的一个解放日其实欧洲就警告，强而有力的报复恐怕会这个计划当中已经要对美国来实行了。中国大陆的商务部也同样回应美国，说一定会采取反制措施因为这是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严重损害这个相关方的正当合法的权益，这是单边的霸凌做法。这样的剑指北京恐怕呢，人家讲说，一些专家跟这个学者他们认为，对于中国大陆可能是短空长多，因为现在使得更多的一些盟友反倒是转向中国大陆去了。我们看一下。其实从去年加拿大外长就访华，然后到今年的1月份，英国的财长，还有3月份的时候，欧洲的一些政要密集的访问中国大陆，还有这个3月底的时候更密集因为4月份马上就要开始苛征了这个对等关税嘛，所以很多的海外的大企业，比方说像是美国的这种苹果、库克三星这个李在镕还有美国很多大企业全部都去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参加这个发展论坛，还有法国的外长也去到中国大陆，希望能够救这个白兰地的这些相关产业那3月30号的时候，中日韩也是在讨论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来对抗川普关税的压力。所以中国大陆就有一个说法，是不是美国这个大棒好像炸了全球，但是其实是把自己炸出这个全球的贸易圈之外，你反倒把自己给弄真空了，大家开始躲开你美国来进行自由贸易，会不会反倒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那所以美股自己也反映出来他们对于川普的做法的不信任。道琼期货暴跌超过1100点标普500指数的期货是下跌了3.9%，纳斯达克100的这个期货更是惨跌了4.7%。那金融时报呢，他就讲这恐怕已经创下了2022年第3季以来的最差季度表现，而且会造成美国自己本身失业率是不是会上升因为会有550万个工作机会消失，而且这个已经民调反映出来了，他们现在对于川普的信任度已经是创下他重返白宫以来的新低1月20上任到现在这个时间也不长还不到100天的时间，但是他的支持率已经下滑到43%了。那很多的这些美国家庭估算一下，恐怕未来每年的花费至少要多台币
大概10到20万，他们美元算是3400到4200美元哦，台币可能是10到20万，也是非常惊人的支出啊。那接下来川普的关税，恐怕有一些媒体人在讲。现在的美国已经是众叛亲离了。如果啦，退一万步讲，美国又发生了像是911事件，你让什么国家再来同情我们美国呢？就是说，你美国现在得罪所有人了呀。他们自己美国人也看到这个忧虑哦。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我觉得就常理常识来判断哈，川普根本就已经疯了，对，这跟全世界宣战，而且呢，有的国家绝对会报复他。好了，你今天跟中国大陆好，你说加到66%好了，6成好了。我跟你讲，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外销啊，大概全球市场里，美国占14.7，也就是他卖100块钱，只有14.7块钱到卖到美国。对，美国没那么重要啊，对中国大陆的外销来说。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你现在在沃尔玛，在美国很多的民生必需品啊。大部分都是 Made in China，对不对？你 Made in China 的话，那就变成就是说，你美国的这一些怎么讲，零售商或者怎么样，或者这些需要中国产品的这些厂商你中国大陆一定把怎么样，把那个关税再把成本再提高，就是说这个关税一定是要转嫁给买方的，中国大陆不可能把这个厂商不可能吃下来的。那你美国好了，有一半的进口商说对不起，太贵了，我不买。立刻你问题就变成怎么讲呢？你立刻找不到取代性产品啊。对，你可以找到取代性产品的话，可能更贵，那可能更便宜，不知道。如果有一半的中国大陆厂商不卖美国的话，那美国这些很多产品市场上立刻稀缺性起来，就怎么样？就涨价嘛。对，你货物不够了就涨价。供不应求。那另外一方面，你也不会那么快找到替代性产品，因为中国大陆产品量太大了。品项太多了，所以美国对中国大陆这个做法到底要干嘛？你要把中国大陆的这些在比如说在深圳、东莞这些民生制造品这种毛利很低的这些产品都移到美国去生产嘛？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另外像欧盟这些国家，他们这种国家是法律观念的，我们是有条约关系的。大家在 WTO 谈好这个税率，你怎么单方面改变？欧盟一定报复，所以他把美国的基本上会把他的整个国内的市场的供应链，所有产品的供应链全部搅乱。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一定是物价大涨，对，因为一下供应不来，或者别人都把税转到你美国的消费者，你看着好了，天下大乱。不是天下，是美国先大乱，所以呢，美国选出这种总统那不需要敌人了。对他这样的关税，我还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因为他们很多像是 Nike 那些运动品牌是到越南去的，所以他们已经率先股价开始出现崩跌的这种状况自伤自己。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对，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今天这个川普在开记者会里面，他一个整套论述的一个逻辑啦。那基本上就是要形塑合理化正当性，就是说，美国在2战结束之后的国际秩序做了好多，但是现在呢，美国认为说不能再被全世界霸凌，不能用的字很尖锐蹂躏、掠夺跟洗劫，所以我在这样状况之下，宣布这个进入到经济紧急状态，运用所谓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做以上所讲的这么多的一些对等关税，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大家都在等待，全世界各国都是，但是其实川普主要的听众除了各国之外，其实他的选民，他是在对美国选民做报告。我们回顾一下川普上任之后的70几天，大家仔细看看白宫记者会里面常常在讲什么，在讲数字，今天有多少企业界宣布投资美国，有可能为美国带来多少的工作机会？其实今天一样，整个场合就是川普在向选民交心，非常像这个3月初的时候在国会进行的报告，这些是他的政绩。那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很关键就是，他字里行间还是有特别讲到一点，他说预期短期之内物价会上升，这个经济会放缓，但是大家要相信我。这对大家来讲还是好的。
好，所以我觉得他又是再一次打预防针，意思是我可以想见到短期的未来经济会有波动，但长期未来会让美国再度伟大。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美国的民众都会享受到他的经济政策利益，这是第3点。第4点其实就是他是真的是一个关税的一个信奉者，我相信他的字典里面就是关税。但关税刚刚已经讲，它的效应是非常非常复杂。对，那中国大陆有没有回应？有，仔细看，商务部已经有放话，而且我想是严阵以待。但是所谓的反制措施，在商务部这一次的这个声明里面还没有看到细节，陆陆续续会出来。但是有个效应，我觉得已经在这一阵子产生了，就是国际关系里面的一些这种，比如说结盟也好，伙伴关系也好，可以看到重新排列组合。好，我觉得前一阵子的中日韩这个经贸部长的会议是5年来的第一次，在讲什么？在讲贸易自由化。那欧洲更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些欧洲国家开始体认到说，我可能要重新避险，至少位置上不是全部偏移到中国大陆，但是很多地方开始重新跟中国打交道，这些都是贸易关税战之外的一些政治层面，我觉得我们要继续去关注。好，请教将军。对，这个我们讲到关税大战呢，我认为不能解决美国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关税一增加，当然川普是希望能够刺激美国的制造业，但是问题是结构性美国的制造业的根本问题没有做解决，美国的人力成本过高，造成它的产品价格就会向上来提升。那怎么样跟外面去竞争？它应该是不是要从它的产业结构、人力结构来做协调，而不是一味的只是在关税上做动手？那关税动手提高关税，那提高关税的话，就会造成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因为进来了，它一定会把这些关税加到这些产品上面，那产品就会贵。那这些蓝领阶级、白领阶级，他的薪资是固定的，他买的东西变贵了，变成他的薪水变薄了。那这个变成这个状况，那这样的话，所以川普现在的他的民调，他的支持度一直在向下溜滑梯一样，他问题没有做解决，要从产业结构重振制造业，一定要从产业结构。那人力成本过高，他会从人力成本来修调，那就要裁员。那10个人呢，那来8个人来做了，要裁掉2个，所以它会造成美国，那既然裁员，提升这个人员的这个制造力、生产力，降低人力成本，那这样经过裁员之后，那广大的失业人就出来了，失业人造成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又来了，变成关税大战到了最后面变成失业率高，失业率高造成社会问题，你看它环环相扣的，那怎么样去解决呢？所以我要认为，它最重要是要从薪资结构，因为薪资结构，美国的薪资成本是台湾的3倍，所以美国做的东西，它的把这个人力成本换算到这个产品的成本之后，它的东西都会比台湾贵10%以上。那变成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它的竞争力会有吗？同样的，它对其他的这些工业先进大国或者是开发中的国家也会产生类似的状况，所以问题并没有做解决。所以关税想要刺激国内的这个制造业的这种生机，让它有更多的发展的机会，更多的产品来做内销，而抵制了因为关税让这些外销进来的数量有限，价格过高，所以来鼓励买美国的产品，但是这个并没有真正解决美国制造业的困境。美国制造业的萎缩从40%年前的10%降到现在的12%到13%，所以这是美国的问题，是长久的结构没有办法这个在短时间之内能够改造完成，这是美国最大的困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甲亢哥昨天又去哪了呢？他走了重庆哦，所以我昨天也在看他的直播啊。那他就讲到了，哇，重庆哦，简直是8D 哦，8D 就是除了3D、4D 更往上接，因为重庆啊，你就是一下子在这一层楼，一下又到那一层楼啊，就是这个山峦起伏的。他说这城市也太离谱了吧！明明我们在1楼，怎么一眨眼变成了22楼哦？甚至他去体验轻轨的时候，好激动哦！他就在这个门打开的时候。
哇，门内门外这样蹦蹦跳啊。结果后来旁边有一个女生呢，人家就说，哎，重庆的甜妹就说，哎，你这个行为有一点危险啊，会让小孩子学习哦，不能教小孩子这样做。讲完之后还给了她一个大大的微笑，人家就说啊，点赞这个甜妹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劝导啊。那其实这个甲亢哥也是很热情的回应他说啊，谢谢提醒，就是这样的一个互动，让大家看到说挺友善、挺有爱的。那再来这个甲亢哥哦，游重庆，我昨天看到这个夜景的时候，我已经决定啊，我也想要去重庆玩玩，实在是太漂亮。他还用空拍机这样拍起来，他就说哇，中国太疯狂了，就像是一个未来的样子哦，简直是被低估了。我们来看一下。China is crazy, yo. China low-key in the future, bro. If y'all think about it, there's no other city like this. Every city in China looks exactly like this. Every city, not even the big ones, look exactly like this. This is Chongqing Cyberpunk City in China. China, bro, I ain't gonna lie, China is an underrated tour spot. I don't know why people overlook China, bro. It's so underrated. You can spend so much time in China, bro. 对，真的是看到了无敌夜景哦，所以很多大陆网友都在热烈讨论啊，就说啊，我们喜欢老外这种没有看过中国的美好的这种样子哦。那所以你看到很多西方的网友，当然也透过甲亢哥的直播在了解哦，每天的人数，直播人数都在增加。我看昨天重庆哦，是至少随时是20万人以上在线哦，看他的这个直播。所以西方网友在讲说，哦，瞳孔地震啊，想不到中国大陆这么的先进哦，从如临大敌到奶茶真香，一场直播已经戳破了西方的滤镜。美国的网友在讲说，奇怪了，该死的媒体以前报道到底是哪一个中国啊？明明就比纽约还繁华。那加拿大的网友讲说，真的是太不真实了，到底我们被媒体欺骗了多久哦？我们都想象中的这个中国大陆就是落差很大。其实不要说你们呐，我们的绿媒都还在讲说高铁没有靠背啊，还有在住土房子吃田鼠啊，不是如此吗？这媒体啊，就是有些从这个恶意的在抹黑中国大陆，真的是完全被击碎了。那再来，我们看到了甲亢哥也去到了中国大陆来体验仰望悠久，看到了现在目前最新的技术，比方原地掉头啊、4轮悬空啊，吓得他呀发出尖叫。我们来看看。Chinese cars in China crazy, yo. These cars in China crazy. Just press 3 seconds and you can just control it with the phone. Thank you. Yeah, try it. You can try. Okay. Oh my God. He's bouncing his ass. What the hell? What the f?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对，你看他兴奋的使出了马丹娜的16吨哦，在那边跟 U9 玩了起来。然后呢，遇到了这个 M9，就是问界 M9 的自动驾驶哦。那他其实这个车我也看过，我朋友这个示范过，就是可以把这个车人没有在上面，就可以把车给叫出来，或者叫他停回去。我们来看一下。Nobody's in the car. Nobody in car. No, wait. Nobody in the car. Nobody's in the car. Nobody. Come here. Nobody's in the car. Chinese. 牛逼. What the f? The f. Doing on his phone. Whoa. I want that car, bro. Okay, I will help you. I want it. That shit can jump, robot, all that. I want all that. Okay. Okay. 对。好，贺成交，看完之后已经成交了2台了。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在网络上面讨论，看到他这个反应，就说，哎呀，真的是给外国友人一点点这个好几个亿的亿啊，一点点震撼。所以看到了，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企业已经开始在打团体战了，比方说东风跟长安哦，然后广汽跟华为哦，现在开始已经进入到新的时代了。不光是弯道超车，现在弯道超车的这些人还要组队来打这个团体战。那你说其他这个欧美的汽车怎么样来应战呢？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美国倒是对于这个川普跟马斯克极为头疼。有一个人破了记录了，就美国的议员布克呢，之前就是有这个24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但是他痛批川普跟马斯克这一回骂了25小时的演讲。我们来听一下。Menacing words of their president of
the most wealthy person in the world of cabinet secretaries, did we speak up? Whe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71 days has been upended, when prices at the grocery store were skyrocketing and the stock market was plunging, when pension funds, 401ks were going down, when Americans were hurting and looking up, where the resounding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was no. Are you better off economically than you were 71 days ago? 对，真的很厉害，25个小时哦，就持续站着，也不上厕所，就站在那边骂了川普跟马斯克25小时哦。最后呢，是在如雷掌声般呢，这个一瘸一拐的走下了讲台。那现在马斯克怕了吗？原本这2天不是讲说他只做到5月底嘛，结果现在白宫出来，跟马斯克也出来，双双否认说没有要走，这是假消息哦。所以美国恐怕还得继续呢。那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重庆是很多人去都会大吃惊的一个城市那2000多万人啊，然后城市规模非常的大，然后我的印象就那个交通真的，我觉得在重庆开车，那些一定要路很熟，因为全部都是立交，太梦幻，如果都是立交都好几层啊，然后它那个就是洪崖洞那个地方，那就是说规模非常的大。靠着江那一块啊，那你如果到那边的话，你看那个景象就会蛮兴奋的啦。那我想他们就是说重庆这个外面世界知道，尤其西方世界大概知道的很少，因为它是在中国的正中间，在内陆啊，他们可能从这个名称也都没有听过，所以到了以后发觉哇，这个2000万人的城市，然后建设的这个摩天大楼啊，江边的摩天大楼一栋接一栋的，这个绝对让他们惊呆眼睛了。而重庆人就四川人，其实我觉得西方人他们曾经有一个形容说，从四川人的个性，他说四川人就是中国人里面的拉丁人，就个性很坦率，然后呢很懂得生活，然后呢对人呢也很有热情，所以我觉得他到那边应该会感受到很不一样的文化。那他要看中国的车子的话，其实他看这2辆车都是蛮贵的车，那这个都是全配备的车，所以才会跳舞啊，还会那仰望悠久的话，那是超跑啊，那个好像原来定价也是100万以上人民币，最近有一点降，因为那个小米的那个苏9的 Ultra 出来以后，那这个 U9是这个是比亚迪的，所以它现在可能价格会稍微低一点。那这个 M9 问界那个是华为的，都是中国大陆的名车啦。那我想就是说，大陆的好车跟这个欧美车来比的话，就是说它的科技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大陆很敢把最新的科技就直接就架到车子上。那西方的名牌车他们是不这样的，他就说，因为它架上去以后。它原来卖的车，它的价格就会掉，所以他们新产品是很慢的放，而中国大陆的车就有新的科技的东西，马上就放到第一线的产品上去，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看这个甲亢哥还是美国去的，而且他算是经济水准不差的，我想他玩过不少车，还被中国的这2辆车搞成这样，吓成那个样子啊，那就知道中国现汽车的实力了啦。所以我觉得甲亢哥现在。我觉得不是外面世界在看他，我觉得中国大陆很多人也在看甲亢哥，他已经在中国大陆也形成一个风潮了。很多人就在碰到街上碰到他都说哦，我就要知道你要来了。所以他这次到大陆到底多久啊？我觉得已经玩好久了，快不2个礼拜了，会不会欲罢不能啊？他不晓得中国有多大啊。那你下面你继续玩吧，你再去乌鲁木齐，你再到拉萨去看看，你再到昆明去看看。中国就这么大啊，我觉得他一次玩不完，我觉得他可能会继续还有很多行程吧。他可以玩很久很久。来问一下李老师。对，我觉得可能台湾因为这些年来因为一些政治的纷争啦，所以看待大陆的这个发展，可能有时候会用有色的眼光。或是带比较多的一些成见，我觉得这不利于我们自己的发展因为中国大陆当然有它自己的一些问题要解决但是有很多地方其实日新月异，或是说在跟美国竞争，或是跟西方竞争的时候，有一些是后来具有那种这个后来居上的一些优势。我觉得正确的去理解啦，或是所讲的是从
不要从一些特定的一些渠道里面去理解中国大陆，我觉得会对我们来讲更健康，对我们来讲才是比较好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那个马斯克，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了，因为川普的确在3月31号讲过说，哈，这个他有他自己的事业，就终有一天他要回去自己的事业的，这他讲过。但是因为这几天的讯息其实来自于美国的媒体，就说这个马斯克这个因为他一开始给他的这个职衔是叫联邦特别雇员，不知心但接受法律规范，这个就是130天，但是当这个谣言传出去的时候，其实特斯拉的股价是往上涨的，代表什么？代表说，其实马斯克他做的很多事情是在为川普做事情，可是他的本业、他的企业，还有他让他的投资人的确是非常非常担心。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说，马斯克有点成为川普目前执政到现在，我觉得是在野党、民主党或是讨厌他人一个众矢之的。基本上他应该是整个川普团队里面仇恨值最高的人，意思是说我对川普再怎么不满，他是总统下不了台，除非犯了什么样重大的一些错误，基本上不会不动如山。但是马斯克有没有可能？可能假设是他做一些事情太超过了，天怒人怨了，比如说他说在砍这个联邦这个支出7兆美金要砍1兆美金下来，然后到目前为止被他点名这个磨刀或大刀砍的这个部会，我们已经数不清楚了，对不对？最近又是这个卫生部，那之前的教育部基本上是把它整个铲除所以说社会氛围里面，如果做民调来说，讨厌他的人比例可能比讨厌川普更高更多。那而且他是真的有很多一些反弹的声音了，不止包括我们在镜头面前都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联邦的公务员、雇员拿着自己的这个纸箱子离开岗位，这个我觉得对他们讲是很大的一个伤害了，就是从来没有预期到，以为是铁饭碗的，可能要做一辈子的事情，一下两下突然就没有。那再加上有一些川普的这个刀也砍向一些所以对非法移民的不宽容，那所以这些全部的议题，最后的施力点都会在马斯克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很关键。那还有一个地方是一般我们会判断说，因为川普整个团队里面目前来说最重要最难处理的是对中政策，但马斯克一般会被视为是个对中国稍微是比较和缓的，或是比较务实派。一般我们过去都说是叫做对中调试派，就是还是会比较在乎的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一些实质的共同的利益。但假设我们假想一个状况，假设哪一天马斯克不管是任务告一段落离开，或是说因为压力挺不住，川普让他走，我觉得在这一块里面，他这个对中调试派这方面的人或他力量，我觉得会弱化非常多。那代表说对中强硬派的声音会马上起来，这也是值得我们关切的地方。好，请教将军。甲亢哥他现在感觉到变成一个流行了，因为他这个我们自己如果大陆自己来报道，感觉到自吹自擂，但杨和尚来了，感觉到好像比较客观呢，好像变成那个客观的代言，变成这个状况了。那甲亢哥故意把自己弄得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感觉到到处都是很新奇，看到车子会跳舞，感觉吓一跳，怎么会有这个状况？他这个，我认为他是因为他的表情夸张，尤其他的这个甲亢哥他那双大眼睛看起来就很夸张，一瞪起来的时候感觉到好像不可思议，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然后又露了一双大白牙。所以我认为他的是比较夸张的表情呢，吸引了大众的目光。然后他的动作也感觉到好像吃了兴奋剂，好像那个停不下来一样，就变成他的一个招牌。最主要，他的感觉到他的表情感，他看了这些各起东西感觉到好像都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在大陆的人当中感觉到习以为常了。但他带来不可思议，大家觉得要从另外角度来思考，为什么总会？我们感觉到习以为常，为什么他感到不可思议？好像大陆在这几年好像进步比较快了，让别人来作为自己的镜像作用，来照镜子，让别人来自己照不出来，已经反正久了习以为常。但是这个甲亢哥一出来的时候，感觉到是不一样，由他来做，再做个引言，再做个代言，来做个说明。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感觉到，因为大陆以前呢也是比较刻板，那刻板的时候经过这个甲亢哥来做比较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好像不刻板。
因为自己来介绍感觉到是自己的刻板，别人来介绍的话感觉到不自己的刻板。因为半封闭的社会就是这个状况。那贾康哥出来的话，他一时的话感觉到变成流行音乐网一样。那我们现在来看呢，我们反来看，我们台湾呢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类似的这个现象？因为只要报道大陆的真相的状况之下，你是大陆同路人，你怎么可以报道大陆的进步呢？大陆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变成这个状况，我们台湾也变成这样。以前台湾非常有自信，以前开放大陆到大陆去探亲的时候，大家带黄金带钱过去。现在不用了，现在感觉到大陆说，哇，都各的高楼大厦林立，变成台湾以前的自信，经过台湾的内斗内耗之后，变成台湾的自卑了。不能讲大陆的好了，你讲大陆的事实，你就是同路人就对了。你只能讲大陆差，大陆不对，就跟刚才主持人讲的，你就是土房子啦，你的高铁是没有靠背的啦，就是这样子，就来抬升自己。其实不是，那真的到大陆上去看，哇，原来跟这个媒体上所报道的不一样了，天南地北。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今天核弹级的关税，川普公布啦。这个核弹一下去全球都遭殃。台湾现在获得的对等关税税率呢，揭晓是32%哦。那中国大陆是34%，所以相距不远啊。那这个当然中国大陆是在往上加了34%哦。那欧盟20%，日本24%。它的算法呢，就是贸易顺差除以对于美国的出口额，然后还给你折扣一半，就叫做他们的对等关税。所以我们这个700多亿除以1100多亿，就对美的出口额算出来是64%。那川普还给我们打了个折扣，所以现在是32%的关税。他说这项措施能够终结数十年来对美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且鼓励企业回流美国来设厂哦。那我们看到了翁履中教授他的讲法，他说对等关税实施之后，台湾出口的产业会首当其冲哦。不只是这些电子机械其实包含像是金属原物料这些关键的项目通通都会受到影响。台股势必会面临到集体下挫的压力不止投资信心的问题，更是结构性风险的反应。台湾的晶片在地缘政治这些战略价值能否换来经济友善，还是我们已经流失了筹码呢？他可能这个弦外之音就在讲说，我们的筹码台积电早就已经过去了。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龙应台的投书到纽时这边，他说台湾的时间不多了。他以川普政府近期解决俄乌战争、对待乌克兰的态度作为一个引子来直白示警，台湾可能会在因为川普想要讨好北京而成为美国的弃子那两岸如果没有和平，台湾珍贵的民主恐怕也很难以保住。那4月1号，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宣布了开始军演嘛，那到4月2号有了名字，叫做这个以海峡为名的这个海峡雷霆 A 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东部战区也在昨天宣布说，军演现在已经是圆满完成联合演训的各项任务。东部战区的发言人他就提到了，4月1号到2号呢，东部战区已经圆满完成了这个联合演训的各项任务，那是要来挫败台独分裂的行径那特别这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这个轰 6K 挂载了 KD-21首度实战化，这是央视所曝光的画面我们也来看一下。5一抵达开岛以东，给您空域，导弹准备好，电力发射正位，明白。满足发射可见，继续发射，可以发射，尽快脱离，明白。好，这次海峡雷霆它就是首次披露演训是以港口还有能源设施作为模拟目标，也就是说，透过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一些影片更具象化，就是中国大陆所瞄准台湾大概会锁定的点是哪些那这个能够搭载
空射弹道飞弹的轰6K 轰炸机哦，它也可以发射数量更多、体积小的飞弹，从而提高打击的灵活性跟突防能力，成为潜在对手难以预测的威胁。大陆的国防部呢，则是在这个军演之后，由发言人张小刚来讲啊，台独分裂势力跟赖清德当局哦，是当前台海局势最大的挑战，是不折不扣的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所以正告赖清德当局。玩火必自焚，闹得越凶，灭亡越快啊！其实对照过去的一些军演来说的话，好像这一回我们是第一次看到中国大陆哦，就是东部战区的影片当中，首次出现了这个台湾领导人的模样哦，因为以前并没有说拿蔡英文的样子画成了漫画，所以看起来他们是针对着赖清德而来哦。过去哪怕一次又一次的宣布说顽固台独分子，他们其实都有特别好像跳过赖清德，并没有把这个最后这个底线给撕开来。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等于说摊牌了，就是直接瞄准了赖清德来做这一番喊话呢？那0401是对台演训，其实外界也看这可能是一个混合操作，也是对于美国的阻绝防守的测试。五角大厦阻绝防守的政策提出哦，反映美国看准使用灰带行动来定义大陆对于台海空的对于台湾海空的威胁。那华府认知大陆诉诸武力或是使用其他方式的高压手段，已然达到危及台湾人民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程度哦。那现在目前解放军的演训，其实很大程度也是在对美方说话，就是阻绝防守的一个政策测试。那目前看到了菲律宾现在也在进行备战了吗？菲律宾这边的参谋总长哦，他们就提到了这类情境，他们也会开始有一些进行一些相关的规划哦，警告一旦中国攻击台湾，他们将会站在救援行动的最前线。什么样的救援行动呢？那仔细一说，就是紧急撤出在台的25万菲律宾的国民啊。那大陆的外交部也是强硬回应，就说希望菲律宾有关人士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玩火，玩火必自焚。那现在美国还持续要准授菲律宾20架 F-16的战机，那这恐怕也是让这个中国大陆非常生气了。他说这是会威胁到区域和平哦，所以看起来菲律宾也好，韩国也好，这些都已经在为台湾在备战了。那我们台湾自己呢？那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其实川普这一次公布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我觉得我看不懂。比如说他里面说他先说人家对他的这个课的关税的平均税率他说我们台湾课美国的平均关税是64%，这个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我们台湾的平均关税大概是6.7吧。对，我因为以前接触了我的记录，平均关税才6.7。我们的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是4.6。我们的农产品的关税比较高，大概15%，所以加起来这个平均关税大概就是6.7，连7都不到，怎么可能对美国课64%的关税呢？不可能啊！而且我们关税不是专对美国定的，对，我们是 WTO 的所谓的关税减让表，所有 WTO 会员都是用这个关税，都是这个税率。我们没有说美国我就给你搞64%，没有啊，所以根本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杜撰出来一个64%台湾对美国产品。你说我们工业产品比较高的，我跟你报告我们的汽车进口关税是17.5%。那个时候 WTO 在入会谈判的时候，大家压我们，事实上的话，我们的关税降到17.5%，对不对？这是工业产品比较高的。另外，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是 ITA 的会员，所有2000多项资讯产品，就电子产品，我们都零关税啊。对，所有的这些产品进台湾都是零关税。所以我们的工业产品平均才有4.6%关税，所以它这个64%我不知道怎么算。就是说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你看我们还是被美国这个所谓对等关税课的比较高的跟台湾产品有在美国市场有竞争的这个能力的基本上比如说韩国来讲，它只课了25%，韩国的关税比我们高为什么它只得课25%？那我们课32%，然后日本的话为什么只课了24%？那我们台湾要课32%。
我们大概平均关税都差不多啊，日本的稻米比我们台湾还要贵啊，还要高啊，所以这个部分还有一点就变成就是说，我们已经交了2000亿美金，为什么还这样对我们？对，你韩国也不过才这个现代汽车才在这个公布之前去美国才220亿的投资，那为什么我们被美国抢了2000亿，美国还要这样对我们？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在睡觉吗？昨天这个他们还在讲说。哎，大家可以好好睡觉。就今天这个出来，你怎么睡？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等关税啊，我们有很多疑问。我觉得那个政府应该拿出胆子来去质疑一下美国为什么这样给我们这个32%的这个关税对等关，极不公平。是因为他前提我们是64%，所以他给我们一半。他说我们很仁慈，可是前提我们只有6.7%啊，你怎么会给我们32%？这从你怎么算出来的啊？你要叫川普给我们个交代啊！要我们2000亿不是白给了吗？好，来请教张将军。我认为这个美国给台湾32%的关税是过太高了。那在对台湾的以外贸、以出口为导向的这个经济来说，那说这会造成非常大的打击，因为我们的市场过度集中在中国大陆跟美国，那跟中国大陆目前的关系。就非常的僵，那在经济这一方面也受到了限制，有很多要出口外销到中国大陆的产品也都没有办法顺利成型。那现在美国在2024年去年，我们对美国的贸易出超总共赚了美金739亿美元，非常多。那美国当然要课高关税啊，那所以我们要对等的对美国大量采购，但是我们对美国毕竟相对采购是有限的。对，那在这个地方。我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犯了战略错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当初的时候，这个台积电到美国，这是我们的筹码，我们筹码不要先丢，这个时候先丢掉了，现在没有筹码了。台积电已经到美国去了，1650亿美元，5.3兆多台币过去了，结果现在他就再给你加关税，你没有筹码跟他做谈判。你可以跟他讲一半，你这个32降低一半，剩下16%，我们的台积电过去都投资，大家来互相交换，这个是个筹码。我们把筹码先丢出去了，现在反而自己这个囊中如洗，没有筹码，这是我们的困境。另外一个再来就是说，我们的南向政策也没有做得很好，而要到整个的到东南亚去投资，我们这方面也受限。那这到东南亚去开拓市场，结果同质性太高，我们所外销出去的，它都有。大部分他们都有生产，那就变成同质性，也就没办法外销。相对的比较利益法则并没有办法做大量的凸显，换句话在经济上的利得就不会那么大。那这个也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对大陆市场受挫，南向政策失败，对美这一方面的筹码用尽，变成我们在3方面都没有顾得很好。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这个中共的这个海峡雷霆2025A 的这个一方面的演习。我们可以从这次演习当中，我们可以找出几个问题，我们要加强。第一个，我们地下化不足，都是在这个地上做屯储，这些相关的建物很容易被这个精准攻击的导弹也好、火箭炮或者空射的这些巡弋飞弹做摧毁。我们没有大量地下化，应该大量地下化、大量山洞化，这样的话能够确保战力在长于9地之下才能够确保战力。这方面我们做的不够。那第二个，我认为军民不同调是我们最大的致命伤。现在军事上面感觉到很紧张，因为中国大陆在海峡做演习，但是一般来讲，民间已经没有感了，在心理上已经感觉到麻木了。那再这样的话，好像漠不关心，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民众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方面的军事行动、军演不关心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安危机。但是我们这样子好像没有办法因应。最后一个，我们竟然没有备用计划。我们应该要有备用计划来因应中国大陆的海峡军演、海峡雷霆，但是我们竟然没有备用计划，这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致命伤。我认为都要赶快做修正、做修调。好，来请教李老师。对，今天这个对等关税的揭晓哈，我觉得对他们是很不利的消息哈。我觉得有2个意哈，第一个是美国对台湾其实是这个一码归一码。
第二是我们对美国可能政府有点过于一厢情愿，就是过度乐观跟战略误判。怎么说？因为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川普对台湾最在意的3个事情，第一个是晶片半导体，对；第二是国防投资不足，第3个其实就是这个贸易逆差的事情。但是大家不要认为说，当台积电在白宫跟川普宣布说1000亿美金的加码投资，台湾整个就安全。川普就完全雷达可以把台湾这个目标移出去，其实没有哦，他是每一项要跟你算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常说的亲兄弟都会明算账，何况台湾大概就是美国的一个隐性同盟，还不是个正式的条约盟国，所以这一点是。那第二点是我们经过了这么多个月的一个，我相信对美的沟通跟所谓的判断，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可能过度乐观哦。就像刚才所说的，昨天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长还在社群媒体里面说，我们准备好了，政府有准备，风险可控管，产业有支持，大家安心，可以早点睡觉。明天我们公布一下我们的一个处置的方法。可是到刚刚，其实行政院的讲法其实是这个口径就变得比较严厉一些，说要对美国严正交涉。他说美国有3个地方是对我们是可能是有误会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64%怎么来？因为如果是根据《纽约时报》跟网络上的一些学者专家的看法，它其实还是个基本的计算公式。就像这个图卡上所讲，我们对美去年是在740亿左右的这个贸易顺差，除以我们对美国的这个出口1162亿美金，就是差不多64%。那对半就是32%，就是现在川普要给台湾的对等关税。但是这里面其实应该也包括一些所谓的这个非关税的贸易障碍，可能还有像前几天指控台湾是这个汇率的操纵国，所以我们政府的回应是这样的算法其实没有合理的科学依据，也不知道它的到底这个经济的依据是什么，我觉得这点是合理。第二个顺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政府是有点想要亡羊补牢，再向美国解释，其实是因为美国客户的需求。半导体相关这些产品过去，而且从川普1.0开始，不是因为国家安全的关系，对美国、对中国大陆开始祭出这科技战，所以台湾的产业链就从中国大陆慢慢移转到台湾本土跟东南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对美顺差的原因。这是我们提供给川普政府的第2个理由。第3个，他在解释说可能有些美国对台湾有些洗产地的疑虑，但是我们政府有3道关卡：事前、事中、事后。我觉得这些解释都太慢了。那假设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美国对台湾疑虑，那不是应该之前就要向美国好好的说清楚，要我们做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从前几天到今天早上，我们政府的回应的这个怎么讲，说话的这个口径跟严厉的程度，我会觉得说我们可能真的是过度乐观。有些战略上的重要的误判，我觉得这个非常糟糕。就是基本上我们还是要非常清楚美国处理台湾议题是它可能是好几个不同的层面，对，它可能还是会把台湾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在战略上可能是要遏制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不代表说因为这样子所有事情都放松，就像是刚才图卡上的菲律宾。照样课17%的对等关税，即便菲律宾是美国条约盟国，日本、韩国也是条约盟国24%、25%，泰国条约盟国36%。所以我要回到最开始所讲的，对美国来说是一码归一码，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可以过度乐观跟所谓的一厢情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